嗨，你好，我是玲玲。上一期我用脑科学来解释了一下男人的几个迷惑行为，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在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搞的生物就是女人的大脑。我们先来看一下女人的大脑里都有一些什么。放错了，是这样。我本人作为一个女生，都觉得女人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物种，没有之一。废话不多说，迷惑行为一：女生为什么那么爱八卦？讨厌啦！人家哪有爱八卦，人家只是聊天。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一下女性在远古时期的一个身份，就是她们主要负责采集和哺育后代，而且人类是少有的会相互照顾幼崽的物种，所以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下锻炼出了强大的社交功能和脸部识别的功能。那个时候女生的对话可能是这样的：哪块区域的果实差不多要熟了呀，然后我又出去一下，你帮我看一下孩子啊之类的。女生确实更擅长协作，女性很少会发生正面冲突，所以女性会用散布谣言的方式来干掉对方。比方说，你不要跟别人说啊。这种就是人类八卦的雏形。而现在呢，有研究显示，女生一天讲2万个字，男生讲7000个字，女生是男生的3倍，而且经常对话是这样的：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那你把我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啊。C， 女生希望你做阅读理解，但是男生只想做选择题。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当人在讲八卦的时候，会刺激大脑产生一种叫贝塔内啡肽的化学物质，这是一种内源性的阿片肽，它可以让人在说话的时候感到愉悦。其实讲八卦对人类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它其实是一种信息的交换。当你需要侧面的了解一个人的时候，你需要从八卦中获取很多信息，再去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你信任。在那个信息还不发达的时代，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完全就是要靠八卦来维系，就像猴子需要礼貌一样。所以当一群女生坐在一起的时候，不管她们是少女还是大妈，她们可能可以从今天猪肉多少钱1斤讲到男朋友的时长。关键是她们还会对你说：我告诉你哦，你不要告诉别人。迷惑行为2：女生为什么那么容易情绪化？女性大脑内多处的血流速度要高于男性，这能够增加她们对事物的专心程度以及同情心。与此同时，也让女性更容易感到焦虑，尤其是在前额叶皮质和边缘系统2个区域。前额叶皮质与注意力和冲动的控制有关，而边缘系统则与心情和焦虑有关。而男性大脑更活跃的区域主要表现在大脑的视觉中心和协调中心。所以他们很擅长分辨运动的物体，可能这也是为什么男生都很喜欢球类运动吧。而当女人思考的时候呢，左右脑高速连接，其实简单来说，真的就是想太多。他们可能上一秒还在回忆当时是怎么跟男朋友认识的，然后突然之间想起来，当时他追她的时候，天天问她你在干嘛。于是呢，拿起自己的手机，翻看了一下最近的聊天记录，男朋友已经不 care 她在干嘛了，于是情绪就起来了。所以男生经常会觉得女生的情绪真的是来得莫名其妙，难以理解。但是虽然女生的情绪很多，可是她们却很少做出过激的举动。全世界女性的犯罪率都要比男性低。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大脑非常重要的部位，就是前额叶皮层。这个区域控制判断、规划、责任心，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区域是负责抑制冲动的。女生的前额叶皮层要比男性大，所以女性即便是吵架，也很少演化成肢体冲突。毕竟在远古，如果女性当了母亲却依旧好战的话，这样的基因是活不到今天的。情绪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血清素，是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它与我们的情绪、动机、睡眠还有记忆都有直接的关系。血清素越多，抑制思维活动、镇定情绪、缓解焦虑的能力就越强。而男生制造血清素的速度要比女生快52%。所以在吵架这件事情上，女生从生理上其实是占劣势的。男生会知道对方正在生气，但他们关注的重点在我们今天为什么吵架，我们今天吵架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还有为什么我不知道他说了半天他在说什么。尝试沟通未果之后，估计他睡一觉就好了，然后这哥们儿就睡了。他们可以快速的处理完自己的情绪，然后去干其他事情。而女生呢，他们会被情绪绑架，没有这么快走出来，于是他们的内心戏就会变成这样：你现在连哄都不哄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你肯定不爱我了。你给我起来！女生应该怎样快速的提高血清素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吃，尤其是吃甜食和黑巧克力。睡前来2粒，腰不疼了，腿不酸了。这2样东西是真的可以快速的提高血清素。所以当女孩子生气的时候，反正先把她的嘴塞满，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情绪化这件事情让女生老年痴呆症和重度抑郁的发生概率都要比男性高，而像自闭症啊、精神分裂啊、阅读障碍啊，则是男性比女性高。迷惑行为3：记住男生缺点的能力以及第六感。我相信男生应该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女生能记住各种纪念日，以及第一次见面啊、牵手啊、接吻啊，这些日子他们都可以记住。他会跟你说：亲爱的，你还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吗？3月份还是4月份来着？不对啊，是5月份啊。哦对，3月份是另外一个。
而且当情侣吵架的时候，女生更爱翻旧账，而且每一次争吵的时候都要重新再翻一遍。比方说，她能够记住你好几次上厕所不冲啊，好几次爽约啊，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有些事情男生可能完全没有印象，为什么会这样？我上次说过，女生的记忆力要比男生好，是因为女性的海马体要比男生的大，海马体是大脑内部负责储存记忆的。而更要命的就是，人在情绪性事件的记忆要比非情绪性的事件记忆要牢固，尤其是女生，所以她们特别能记得住男生犯过的错误，甚至可以通过情绪性的事件的微小线索来进行回忆。我突然之间觉得男生活得好轻松啊，因为你们好像完全不需要被这种事情困扰。我们接下来说说第六感。女生的直觉思维是非常敏锐的，她们每天需要处理很多的抽象性的信息，比方说她们需要读懂对方的表情、对方的肢体、对方的语言，来判断有没有潜在的危险。所以有的时候女生觉得一个人不对劲的时候，她自己可能也说不上来具体原因是什么。换作现在的话，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比方说她可以通过你的微信步数啊、消费短信，甚至和他聊天时用了不常用的表情包，她就判断这个男生可能出轨了。当她设计好问题问男生的时候，通过男生微妙的表情变化，他基本可以确定他已经出轨了，然后抽丝剥茧找到证据。这种时候就觉得女生正在处理大数据。然而女生还有很多迷惑的行为，比方说她们为什么这么愿意在购物上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呢？这也和远古的采集者的身份有关系。他们需要通过辨别果实的气味、颜色、光泽度，还有软硬程度，去判断适不适合采摘。对男生也是一样的，女孩子天生挑剔。而我今天最后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男女大脑这2期我举的都是典型的例子，当然不是所有的男生都是一样的大脑，女生也有40%可能是男性的大脑，所以你不用质疑自己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而在现在的社会，成长的环境、母亲怀孕时候的激素水平、后天的教育都能够影响一个人大脑的思维方式，而男女的大脑并没有说哪一个大脑会更好，只是说各有各擅长的领域。以上是我今天的内容，喜欢我内容的话记得关注我、投币、点赞和收藏，请也和我一起保持好奇。我们下次再见，拜。